上周硅谷出了个新闻，很多人可能一眼扫过去，就当成普通的人才流动，但华尔街那边反应没那么轻。这个人叫 John Jumper，AlphaFold 项目的核心主导者。刚拿完诺贝尔奖没多久，他从 Google DeepMind 离开，转身去了 Anthropic。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还是那句老话，谷歌又犯大公司病了，留不住天才，先别急着下结论。如果只看到这一层，可能会错过真正重要的信号。这不是简单的人事变动，也不只是两家公司抢人，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 AI 行业的估值逻辑正在换轨。过去大家聊 AI 聊的是通用大模型、参数、算力、聊天体验，但现在最顶级的人和钱开始往更具体的产业里走。这里面最值得看的就是 AI 制药。大家好，我是反击先知。顶级人才用脚投票，通常不是一时冲动。一个诺奖得主愿意离开大公司稳定的位置，背后一定有足够大的诱因。这个诱因不只是薪水，也不只是股权，而是一个可能重估整个生命科学产业的机会。到2035年 AI 辅助药物研发这个细分赛道全球市场规模预计会到1605亿美元。这个数是什么概念？现在全球公有云市场一年也就是几千亿美金，一个垂直赛道，10几年后有机会摸到1600亿的体量，足够让长期资本认真看一眼。很多人对制药没什么实感，觉得药企就是研发药卖药。其实新药研发更像在戈壁滩上找水，你手里只有一张很模糊的地质图，甚至有时候连图都不完整，只能凭经验选地方，一口井一口井往下打。打10年烧20亿到30亿美金，最后打出来的还可能是个干窟窿，这不是夸张。新药从最早的靶点发现到最后真正上市，平均接近10年，研发投入通常在20亿到30亿美金之间，最后能走出来的成功率还不到1/10，大部分钱其实都花在了前期试错上。最难的就是前3到4年，你不知道哪个蛋白质结构对应哪种疾病，不知道哪种小分子能精准结合到靶点，也不知道你一开始选的这个靶点和疾病到底有没有强关系，只能反复筛、反复试、反复验证，钱砸下去，经常连水花都听不见。这就是制药行业卡了几十年的痛点。前端研发试错太贵，越往后走，沉没成本越大。一款药走到2期临床才发现不行，前面几亿、10几亿美金基本就没了。所以很多人说 AI 要颠覆药企，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。AI 干不了全部的事儿，但它刚好能打到最疼的那个点。传统研发像闭着眼睛在戈壁里挖井， AI 更像是给你一张更清楚的找水地图，它可以快速模拟大量蛋白质的3维结构，也可以在海量分子里筛选潜在靶点，把原本3、4年的前端研发周期压到10几个月。更关键的是成功率。传统方式筛出来的候选靶点，真正能往下推进的有效率大概在40%，100个候选里大约40个能进入下一轮。AI 介入之后，这个数字有机会拉到80%到90%，听起来只是翻了1倍，但放到几十亿美金的研发预算里，这差别非常大。少走一半弯路，就可能省下几年时间，也省下一大笔钱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 AI 这么厉害， AI 公司为什么不自己做药？为什么不直接把传统药企的蛋糕吃掉？这就是很多投资者最容易想简单的地方。你有找水地图，不代表你有打井设备，不代表你有输水管道，更不代表你有几十年踩坑踩出来的施工经验。传统药企手里有2样东西， AI 公司短时间拿不走。一个是几十年积累的全流程临床数据，那是一次次失败堆出来的资产，每一条数据背后都是钱和时间换来的教训。另一个是后端能力，包括临床试验运营、全球药监审批经验，还有成熟的销售网络。一款药在电脑上设计出来只是第一步，它能不能过1期、2期、3期临床，能不能拿到 FDA 和各国药监部门的批文，能不能铺到全球几万家医院和药店，医生愿不愿意开，患者愿不愿意用，这些才是药企真正的护城河。这些东西不是多买几张 GPU 就能补上的，它得靠时间、靠案例、靠一代人一代人积累。所以这个行业现在不是谁把谁拍死，而是两边必须合作。AI 公司负责前端提速降本，药企负责后端验证、审批和商业化，谁都离不开谁，谁也很难一口吞掉对方。很多人喜欢听颠覆、革命这种词，听起来痛快，但真实商业世界里，更多时候是互补，是绑定，是大家拿自己最强的部分去换下一张门票。
再回到 Anthropic， 很多人觉得他们把 Jumper 拉过去是临时起意的抢人战，其实看前面的动作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。Jumper 的加入更像是这盘棋里非常重要的一步。往前倒几个月， Anthropic 的动作很清楚，先是发布面向医疗和生命科学的垂直大模型，把通用语言能力往生物科学方向落。接着他们花了4亿美金收购了一支生物科技初创团队。这一步很关键，光有大模型没用，你不知道行业真实痛点，不知道实验室里的噪音和误差，不知道研发流程里那些不写在论文里的细节，模型跑出来的结果再漂亮，到了实验室可能全错。Anthropic 花4亿美金买的不只是代码，而是一整支懂行的团队。这个团队知道生物学家需要什么，知道实验数据怎么处理，知道哪些预测有价值，哪些只是模型看起来很聪明。没有这层接口，再强的大模型也容易停在演示效果里。收购之后不久，他们拿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案例，和诺和诺德合作，把原本需要10周才能完成的临床数据分析压到了10分钟。10周到10分钟，差的不是一点效率，而是整个研发节奏。后面他们又拿到了3大洲主权基金的注资，主权基金进场，说明这事儿已经不只是普通商业竞争，长期资本开始把 AI 制药当成下一代生命科学技术的一部分来压住。谁都不想在这轮技术变化里落后。他们和药企的合作模式也很有意思，首付款不高，但里程碑付款比例很高，差不多能到1:50。也就是说，药企前期花的钱不多，可以先上车，一旦药物研发成功，走到各个临床节点，后面要付的钱可能是首付款的几10倍。对药企来说，这是用比较低的前期成本买一套前沿 AI 能力；对 Anthropic 来说，这是提前绑定药企的后端资源，产品真跑出来就能吃到后面的分成。说白了，药企是在给自己买未来的入场券，防止技术迭代太快，把自己甩在外面。这里最有戏剧性的地方是 Jumper 去 Anthropic 之后，对上的正是他的老上司 Demis Hassabis。Hassabis 是 DeepMind 创始人，也是当年推动 AlphaFold 项目的人。Jumper 和他曾经是一起拿诺奖的搭档，现在站到了不同阵营，这不是八卦，这里面有产业含义。Hassabis 也早就准备好了，他从谷歌体系里拆出 Isomorphic Labs， 专门做 AI 制药。这家公司最近完成新一轮融资，拿了21亿美金，估值已经到了100亿美金级别。他们手里的王牌就是 AlphaFold 3，这个模型现在的预测精度到了 50%， 而且完全由 AI 设计的第一款药物很快要进入人体临床试验，这件事不能小看。如果这款药临床跑通，市场讨论的就不再是 AI 能不能辅助做药，而是 AI 自主设计出来的药到底应该怎么估值，这会直接影响整个 AI 制药赛道的定价方式。所以这不是2个人的私人故事，而是2条路线在正面碰撞。一边是 Anthropic 带着顶级人才和药企合作，快速往应用端推进；另一边是 Hassabis 和 Isomorphic Labs 靠 AlphaFold 多年的技术积累往深处打。两边都有顶级科学家，也都有资金和产业资源，这场仗短期内不会结束。与此同时 OpenAI 也进来了，他们推出了面向生命科学的垂直模型 GPT Rosalind。OpenAI 的打法和前2家不太一样，他们没有重金收购生物团队，也没有直接下场建实验室，而是更偏平台化和开放合作。莫德纳、赛诺菲这些跨国药企都已经和 OpenAI 搭上线。现在行业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，一家头部药企可能同时跟好几家 AI 公司合作，比如诺和诺德，一边和 Anthropic 合作，另一边也不排斥接触其他 AI 公司。这不是3心2意，是因为没人敢把筹码全压在一家身上。现阶段没人知道最后哪条技术路线会跑出来，可能是 Anthropic 这种全链路合作，可能是 Isomorphic 这种技术深耕，也可能是 OpenAI 这种平台生态。药企只能多压几边，确保自己不会错过最后跑出来的那一路。这也说明 AI 制药还很早，现在所有布局都更像是在抢位置，真正的决战要等第一批完全由 AI 设计的药物走完临床，成功上市才会真正开始。那这几家公司最后拼的是什么？很多人会说拼算力，谁 GPU 多，谁算力强，谁就赢。我不这么看，算力像灶台，你有钱就能买更多灶台，搭更大的厨房。但饭好不好吃，不只看厨房多大，还要看你有没有别人拿不到的食材。在 AI 制药里，那个食材就是专有生物数据。
公开论文、公开数据库当然有用，但那些东西更像菜市场里的普通食材，谁都能买到。真正值钱的是不公开的一手实验数据，是来自真实实验室的完整过程，是成功记录，也是失败记录。生物学和别的领域不一样，它的噪音特别大，实验环境差一点，温度差1度，试剂批次不一样，操作人员手法不一样，结果都可能差很多。在干净的公开数据上训练的再好，进到真实实验室也可能很自信地给出错误答案。行业里把这个叫生物幻觉。它和大模型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很像，但代价要高得多。一次错误的靶点预测可能带来后面几亿美金研发投入的浪费，这个损失不是每家公司都扛得住。怎么解决？要建数据闭环，不能只在电脑上跑模拟，也就是所谓干实验，你还得有真实的实验室，用试管、细胞、动物去做验证，再把真实结果回喂给 AI， 让模型继续修正。干实验做预测，实验做验证，数据在两边来回流动，模型才会越来越准。这才是 AI 制药真正的壁垒。很多公司现在都说自己做 AI 制药，但大部分还停在干实验，买一批 GPU， 找几个算法工程师，跑公开数据库，发几篇论文，就说自己是 AI 制药公司。这种模式壁垒并不高，只要有钱，别人也能做。真正难的是往下沉，去建实验室，养生物实验团队，做那些又慢又贵、短期不太好讲故事的实验。它不一定适合发布会，但它能攒出别人拿不到的数据。一旦这个闭环跑起来，就是很难复制的护城河。所以你会看到头部玩家，不管是 Anthropic 还是 Isomorphic， 都在往实验能力上投入。他们很清楚，算力门槛会慢慢下降，总有一天 GPU 会更像电力，只要付钱就能买到。到那时候，真正值钱的就是独家数据，还有把干实验和实验连起来的能力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这都是硅谷的事儿，离我们很远。其实不是。AI 制药早就不是美国公司的独角戏，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也在全链条布局。腾讯更多投上游，投了一批 AI 制药初创公司，从源头卡位。字节在攻底层模型，在生物大模型领域持续投入，想追上全球第一梯队。阿里和京东则更靠近末端，利用医院资源、医药电商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，在药物落地和分发环节占位置。你会发现大家切入点不同，但方向一致。AI 不再只停在聊天框里，而是往真正能产生收入、能改变产业流程的地方走，这也是大趋势。前几年 AI 的故事主要讲通用大模型，谁参数多，谁对话更顺，谁发布会更热闹，市场就给谁更多关注。但现在泡沫慢慢退一点，资本也更冷静了，大家开始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 AI 到底在哪里能赚钱？AI 制药就是目前比较容易被资本讲清楚的方向之一。判断一个赛道有没有前景，别只看发布会，也别只看跑分榜。那些东西很多时候是给二级市场看的。你看2件事就够了：最聪明的钱往哪里流，最顶级的人往哪里走。如果顶尖科学家愿意离开大公司，一头扎进这个赛道，如果长期资本愿意砸几十亿美金，等10年8年的回报，那这个赛道就值得多看2眼。但注意，我说的是值得关注，不是可以闭眼冲。机会越大，风险也越大。AI 制药现在还很早，技术路线没定型，核心产品也还没完成临床验证，很多估值里已经提前装进了不少乐观预期。一旦第一批 AI 药物临床失败，整个赛道的估值都可能被重新定价，回调也不会温柔。AI 制药到底会不会在5年内真正落地？它会变成产业级变革，还是又一轮被资本吹起来的泡沫？现在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，但有一点可以确认，通用大模型的故事已经讲了很久， AI 正在从云端的聊天框里走出来，走向真实产业，去碰那些又难又慢但钱确实很大的问题。这个过程不会顺，有失败，有泡沫，有公司会倒下，但方向已经很清楚了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。很多时候人类的分歧比价格本身更早暴露趋势。以上只是我基于公开信息和市场数据做出的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市场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判断改变方向，真正该负责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仓位和风险。